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视频。最新调查发现，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选择泰国和马来西亚作为他们在亚太地区设立总部的首选地。数据显示，泰国以20%的比例居首，马来西亚18%，而新加坡退居第三，仅有12%。这也许会让人惊讶，曾经一骑绝尘的新加坡怎么突然掉队了？这是偶然现象，还是经济格局开始转变？如果我们仔细看背后的逻辑，这并不是简单的排名下滑，而是总部功能逻辑的变化。过去10年，企业设总部看重的是税制优惠、营商环境、人才储备和政治稳定这些方面。新加坡无疑是东南亚无可争议的冠军。然而，如今的国际商业环境变了，全球贸易摩擦、供应链重组、AI 制造浪潮兴起，企业更在意的是能不能靠近产地、压缩成本、快速应对风险。这意味着跨国公司的总部概念正在从决策中心转向执行中心。所以，当我们看到泰国、马来西亚上升，其实并不是新加坡失势，而是区域职能分化的自然结果。新加坡依旧掌控战略与资本决策，而制造型总部则迁往成本更低的国家。换句话说，这不是取代，而是在定位。虽然泰国和马来西亚吸引了更多执行总部，但在区域的金融与治理层面，新加坡在这3大领域仍无可替代。首先是资本信任度，跨国公司可以在曼谷或槟城设立运营中心，但资金调度、税务架构、法律合规这些复杂事务仍然只能放在新加坡。它拥有全球公认的金融监管标准、完善的双边税务协定以及区域最自由的外汇制度，这些是其他国家暂时无法复制的。其次是高附加值产业的总部吸引力，像制药、生物科技、AI、清洁能源这类高智力密集型产业，更倾向在新加坡设立战略总部。这里政策稳定，知识产权制度健全，科研基础强大，这让企业敢于把创新中枢放在这里。第三是一个正在加速的趋势，双总部模式。越来越多跨国公司采用生产总部加战略总部的双轨布局，制造放在泰国、马来西亚或越南，而新加坡则负责财务、战略、技术与创新管理。也就是说，新加坡从单一总部转向区域协调者，在功能上完成了升级。新加坡从总部城市变成区域操作系统，这是一种更高级的存在方式。在地缘政治日趋复杂的当下，新加坡的中立地身份反而更有价值。对西方企业来说，新加坡是进入东南亚市场的安全跳板；对中国企业来说，这里是连接全球资本与品牌的国际门户。当中美科技脱钩、供应链重组成为常态，新加坡恰好扮演着区域中介与协调平台的角色。它为跨国企业提供稳定的融资环境、法律保障、数据合规体系，以及跨国谈判和风险缓冲功能。可以这样理解，当东南亚成为中美企业角力的新战场，新加坡就是那个能同时与两边握手的安全区。它的中立外交、可信监管与高透明度商业制度，使得新加坡在不确定的时代成为跨国公司最稳定的落脚点。也正因为如此，即使总部选址榜上新加坡暂时不在第一，它依旧是区域最受信赖的决策与协调中心。面对竞争，要保持领先，新加坡开始重新定义总部经济的内涵。首先，打造 AI 与可持续经济的总部生态。新加坡已经在推动绿色金融、AI 监管、碳信用市场等新领域。如果能成为这些新兴行业的总部基地，就能锁定未来10年的新增长曲线。其次，深化与周边生产国的总部制造联动机制。柔新经济特区 JSS 就是一次突破尝试。新加坡负责管理与研发，柔佛负责生产与物流，互补优势正在形成新模式。未来这种跨境协同有望扩展到越南、印尼等更多东盟国家。最后是人才与创新的联动机制。新加坡有条件建立亚细安人才签证体系，让区域高端技能人才自由流动，进一步巩固自身在知识经济链上的统筹地位。简而言之，新加坡未来的竞争力不在谁的总部更多，而在谁能统筹整个区域的总部网络。泰国、马来西亚的崛起，象征着东南亚经济格局正在走向多中心化。但别忘了，在这个多节点体系里，新加坡依然是连接所有节点的核心中枢。新加坡是金融的汇流点，是法治的基石，是资本与知识的中转港。当其他国家在争取总部数量时，新加坡早已在升级总部质量。当别人忙着建工厂，新加坡在打造一个可持续的经济生态。这就是新加坡的隐形胜利，不靠低成本赢市场，而是靠高信任、高制度赢未来。新加坡的价值不在它有多少总部，
而在多少总部离不开它。在 AI 绿色经济与地缘博弈的新时代，新加坡依然是那颗稳稳嵌在东南亚心脏的稳定引擎。那么你对新加坡的隐形胜利怎么看？欢迎把你的观点留在评论区，让我们一起交流探讨。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请为我们点赞、转发、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感谢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